现在啊，给亲戚借钱太难了，靠人不如靠己。哦，赶紧帮我看看这2号银元能不能卖2万？价值2万的银元可不多啊！哇塞，你这个还是24年的北洋记忆局，这一次可不用给别人借钱了。我这是前几年买了套房子，银行还欠30万贷款。哦，我现在手里只有28万，就差2万了，愣是没借来。你这个24年的记忆局状态确实是不错，入的是 NGC 的盒子，全世界范围内啊和 PCGS 啊这个影响力相当的评级公司，虽然没给分，但是也挂着这个 AU 的状态。壁面包浆你看是真漂亮，带点彩，而且啊还都是全身打。既然借不来钱，那就直接把它变现还贷款不就行了吗？我这个银元，家里祖传的啊，我状态超级好，我是真不舍得卖。那是。我这些朋友我也算看到他们了啊，平时他们喊我出去吃饭，都是没有缺席过一次。哦，每次付款我都冲在最前面。那是。这次找他们借2万块钱，我每人还给他领一箱牛奶，我这钱没借到，牛奶倒贴几箱，真没想到他们都这么抠。只能说你这些朋友啊，都是酒肉朋友。酒肉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还可以，一旦涉及到利益关系啊，他们第一时间都会离你而去。以后像平时那些无用的社交啊，就少参与就行了。一般像这么好状态的银元啊，急用钱的时候正好可以派上用场。我还是不舍得买这块一个东西。这是我去年托人去入的那个 NGC 的盒子。对。俺朋友跟我说，炸盒再重新入盒，说不定分就能给高点，多卖几十万。多卖几十万确实，有点夸张了，10几万也有点夸张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银元，有分和没分啊，价格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就像你这个24年的记忆局而言，首先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，但是多卖10几万啊是不现实的。你看评级给的是 AU 的状态，AU 58是 AU 状态里边最高分了，因为评级公司它的评分啊也是分几率的，有可能给你50分，也有可能给你53分。首先你不知道要送评多少次才能给你合适的分值。咱先来核算一下成本，评级费用加上来回的快递费，一次按1000来算的话，你送评10来次，不知道最终会不会有分，但是一次来回2个月的时间给消耗掉了，到最后再不给你分，最多也只能按目前这个状态来卖，这个你得知晓。是的，我都害怕浪费时间，就怕再花冤枉钱。对。我也不想每个月还好几千块钱的房贷，所以今天拿出来谈谈一下价格。关于房贷，我了解的也不是太多。如果手里边啊有余钱的话，还是尽量把钱还上，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。说实话，你这个24年的记忆局啊，币种是不错。你看它这个壁面啊是属于全身打，这个是非常难得，而且壁面这个流通痕迹极少，你即使加上个放大镜也看不到有划伤。最主要的这个龙样主要是看它龙鳞，你这个是全龙鳞。24年记忆局啊是北洋系列老龙里边最后一个版，大部分龙鳞都存在模糊，而你这个整体壁面看不到任何毛病。耳盒给你的属于严平，最起码壁面你看带彩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，可以给到你4万左右。4万？对。你别说了，这价格确实美丽。我怕就怕祖传的东西卖了买不来了，我更害怕被别人笑话。笑话倒是不至于，祖传下来的东西就是让后人急用钱的时候变现的。对于这个状态好的银元而言啊，确实是卖一块少一块。有时候有钱了，你再想买一模一样的，就再也没有了。所以你得考虑清楚。还是卖了吧。有身边的酒朋友彻底断交，他们太让我伤心了。断交倒是不至于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只不过通过这件事之后啊，无用的社交就不用过多的参与就行了。毕竟人无完人，说不定恁那朋友里边啊，还真没有2万块钱的存款。不多说了，给你吧。好好好。